看背影迷倒千军万马，猛回头吓退百万雄师。用这2句话来形容叶莲姑娘的外貌，那是非常贴切的。这叶莲姑娘喜欢上了一位大帅哥，公子李承陀。向李承陀勇敢表白之后，那公子李承陀语出惊人：叶莲姑娘，你的一番好意在下心领了，只是您这副尊容，小可实在是不能接受。不过如果你要是换上另一张漂亮的脸，我可以娶你为妻。这位李承陀公子人倒是实在，有一说一。叶莲姑娘非常伤心，回到家往床上一趴，抱着枕头就使劲的哭。母亲推门进屋，用手搂住女儿的肩膀：孩子，你不要哭了，长成这样不是你的错，都怪为娘我，当初怀着你的时候，我就不该去看戏。看戏也不要紧，不该看那哪吒闹海呀，就因为看了戏台上那巡海夜叉的脸，所以才把孩子你生成了这副模样。好嘛，母亲这么一说，叶莲姑娘是哭得更大声，更伤心了。这时候叶莲她爹也被惊动了，隔着门把左手往身后一背，用右手捋着胡子。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？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夫人出来把女儿被李承陀公子拒绝的事情一说，老员外这么一听，老夫早就料定了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。女儿，你想不想变得漂亮啊？叶莲一听父亲这话，心头就是一动。爹爹说话一向严谨，他老人家既然这么说，必定是有能够让我变漂亮的办法。他止住哭声：爹爹，女儿当然想变得漂亮了，最好是完全换一副面孔。好吧，为父早就打听好了，由此往南，离开我们魏国1800里，在楚国南部有一个夏娃村，村子里有一位艺人叫苏三眼。据说这个苏三眼有3只眼睛，他有一个奇异的本事，能够让人一瞬间变漂亮的法术。许多相貌丑陋之人都被他给变成了俊男美女呀。于是叶莲姑娘擦干眼泪，下定了决心，准备好足够的盘缠之后，背着行囊，骑着马就上路了。不用男扮女装吗？根本用不着。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，只要是见到他的长相，那都得躲得远远的。没几天的功夫，叶莲就来到了楚国。天快黑的时候，走进一家客栈住店，店小二一看叶莲的长相，妈呀一声，转身就跑到后院去了。老板，来了个妖怪。胡说八道，天还没黑呢，哪来的妖怪？腾腾腾，老板健步如飞来到前堂，一见叶莲也是吓了一跳。不过老板毕竟上了几岁年纪，经多见广，他很快稳住了心神，安排叶莲姑娘住下了。叶莲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是一家黑店，晚饭菜里边放了蒙汗药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叶莲发觉自己躺在荒郊野外，马也没了，身上的银两全都不见了。打算到官府报案，又一想如今这世道，报官也是白报，只好自认倒霉吧。没有办法，看着太阳辨别了一下方向，步行继续朝南走。遇到有人家的村落，他就要点干粮吃，讨口水喝。要是经过山林之处，只能靠野果子维持生命。不知道又走了有多少天，天气越来越热了。单说这一日，来到一片原始森林，怎么办？继续往前走，森林里有狼虫虎豹，充满了危险。回去不等于前功尽弃吗？我干嘛来了呀？所以只能是冒死过森林。好在看样子这片森林应该并不太大。
一开始还好，没遇上什么大型动物，只是偶尔跑过去一两只野兔、野鸡、松鼠之类的。正在叶莲暗自庆幸的时候，忽然一只体型巨大的老虎耳目如灯，就拦住了去路。叶莲扭头就跑，老虎随后就追。叶莲跑得虽然很快，那也跑不过4条腿的老虎啊！就见老虎一个饿虎扑食，腾空而起，爪子距离叶莲的脖子只有1尺之遥了。真是命不该绝，一头大象从左侧出现，大鼻子一甩，老虎被打翻在地，随后象牙一挑，老虎就飞起老高，扑通一声砸在了地上。刚才还凶猛无比的老虎就这样咽了气。叶莲对着大象说了声谢谢，然后扭回头继续往南跑。时间不大，到了森林的边上，眼瞅着就要离开这片森林了。唰唰唰唰，一条响尾蛇从面前经过，叶莲想止住脚步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一脚就踩到了蛇尾巴上。响尾蛇心想，不好，这是哪来的怪物？我不能束手就擒呀！于是吭哧一口就咬在了叶莲的小腿上，伤口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叶莲姑娘昏倒在地。等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叶莲就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破木板上，抬头一看，破旧的木屋里头除了她之外，还有3个陌生的男人，赤身露体，只是腰间围着一些树叶子。原来这是亲哥仨，3个土人。这哥仨外出打猎，半路发现被毒蛇咬伤了的叶莲，他们有自己的土办法，用草药治好了叶莲的蛇伤，清除了血液里的毒素。虽然这3个土人不会说话，但叶莲还是看出来了，这哥仨都想要娶叶莲当老婆。叶莲要走，哥仨都不让她走，怎么办呢？叶莲用手比划着表示，说我只能嫁给你们当中的一个，你们哥仨得比武，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，我就和谁做夫妻。可没想到这哥仨动起手来太残忍了，老大杀死了老二，老三刺死了老大。叶莲求老三放他走，老三不肯，于是叶莲在后半夜趁着老三睡熟的时候一路狂奔，他就逃跑了。又走了有10几天，终于来到了一人苏三眼居住的村庄夏洼村。找到苏三眼，说明了来意。只见这苏三眼扫帚眉、丹凤眼、狮鼻阔口、大方脸，宽宽的脑门，正中间一颗大黑痣。唉，我也是不胜其烦呐，姑娘。像你这样远路风尘来找我施法术，想要变漂亮的人啊，几乎是每天都有。不过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只是额头上长了这么一颗黑痣，所以就被传说成了有3只眼睛。年轻的时候我是唱戏的，会唱变脸，越传越离谱，竟然有人说我会给人换脸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法术呀？你还是早点回家去吧。叶莲姑娘大失所望，扭头出屋，想要离开这里。在院子里正碰上前来串门的夏洼村老族长。哎呀呀，姑娘，你长得太好了，我们的国君正在选王妃，专门要挑选像你这种长相的，你不如到王宫参加选妃去吧。不，我是魏国人，再说了，我长得如此丑陋，你让我去参加国君选妃子，那不是找死吗？老族长劝了半天，叶莲死活不肯去。这族长就找人把叶莲给绑了起来。原来是楚国国君项权，妻妾成群，都是美女。他看腻了，突发奇想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征召丑女，每个村子必须送一个丑女到王宫参加选妃。夏洼村老族长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发愁呢，碰上了想要变美不成的叶莲姑娘，苦劝不行，他就动了硬的，把叶莲绑进了王宫。
国君项圈一眼就相中了叶莲。哎呀，姑娘，你长得可真独特，正是我想要的。不容分说，就把叶莲留在了王宫。大王，小女子我是魏国人，我有喜欢的人。我来楚国夏洼村是想让那个艺人苏三眼把我变美的，变美之后我喜欢的人就能够娶我了。没想到苏三眼说他没那个本事，求大王开恩放了我吧。哦，居然有此等样式。这位国君项圈还挺开明，他皱着眉想了想。这样吧，孤王手下有一名侍从，他会化妆易容之术，让他把你化成你想要的模样，送你回到魏国，看看你那位心上人李承托公子会不会娶你为妻。如果他娶了你，孤王就成全了你们；如果他不能娶你，那你可否还回到楚国来做孤王的贵妃呀？叶莲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。结果她化妆成一个大美女的模样，回到魏国一见李承托，说：“我是叶莲，我已经变美了，你可否娶我为妻？”李承托惊讶地瞪大了双眼：“叶莲姑娘，你变成这样的话，就不是原来的你了呀，我还是不能够娶你。”叶莲很伤心，但是没有流眼泪。他一咬牙一跺脚，带上父母回到了楚国王宫，做了楚王项圈的王妃。